沈玉竹，你也有今天！沈玉竹，让你白白霸占程家这么久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不要啊！玉竹，给楚楚让出正妻之位吧。我回来了，回到他金榜题名、待外室逼宫这一天。前世我自请降为平妻，换来的却是被他毒哑，被陆楚楚挑断手筋。让什么正妻？我这就去衙门请准和离，外加10里红妆，送表妹风光大嫁。沈玉竹，你……玉竹，楚楚出身虽不如你，但她腹中已有我程家骨血，我允她平妻之位，并未剥夺你大娘子的身份，已是给足了你们沈家颜面。你若再这般擅妒胡闹，便是犯了7出之条。程子玉，你是被金榜题名的喜报糊住脑子了？没聘带个大肚子的外室回来逼宫，还舔着脸要我拿10万两真金白银给他安胎，有此行迹，倒不如直接拿个破碗去朱雀大街上讨饭来得快。一个商贾之女嫁进我程家侯府，那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。如今景哥金榜题名，楚楚又怀了程家骨肉，你让一步怎么了？前世我也想着退让你，他说仕途初起不能有停妻再娶的噩梦，我便信了他。商贾之女满身铜臭，你这种贱货也配做我的正妻？谁知他官位坐稳的第2年，一碗哑药便灌进我的肚。表姐，你当了一辈子替身还不知道吧？子玉从头到尾爱的都是我，你不过是个提款的冤大头罢了。和离，林子玉，你不是嫌我碍事吗？成全，我这就去衙门请准和离，外加10里红妆，送你的好表妹风风光光嫁进。沈玉竹，你以为你在威胁谁？侯府的规矩是休妻，不是和离。你想走可以，净身出户，1文钱别想带走。好啊，那咱们就来盘一盘，这侯府里哪样东西是你程家的？福伯，报账。是。大堂正中的黄花梨太师椅2把，我娘陪嫁的；后院库房的绸缎布料600匹，我嫁妆里的；前厅挂的那幅赵子本的山水画，我沈家的；厨房3年的米面油盐，我月月贴补的；门房小厮的月钱我发的。就连你程子玉上京赶考住的客栈，请的先生买的笔墨，全是我掏的银子。你自己摸着良心说，这侯府上上下下，除了那块快塌了的门匾，还有哪样东西姓程？胡说八道！这是侯府，是朝廷赐的宅子。宅子是朝廷，里头的东西可都是我沈家的。给我搬！不准动，都不准动！喊了天了，谁敢动我的椅子？谁敢动我的椅子？姐姐，表姐千错万错都是楚楚的错，楚楚不该来京城，不该遇到表哥。您别生婆母的气，楚楚这就走，绝不碍您的眼。楚楚，楚楚，你不是说你能替我管好这个家吗？行，从今往后，这个家就交给你。就是不知道你拿什么管，或者说你要管些什么。沈玉竹，你给我记住，你今天搬走的每一样东西，将来我都要你10倍还回来。喝下去！商贾贱婢，这辈子都别想再开口坏我的前程！等你还得起的那天再说吧。程大人，新科状元郎，
您家赊的80两猪肉钱，连本带利拖了1年了，怎么着？朝廷发官符不管饱肚皮呀！血汗钱，还有我李记米行的账，300斤白面，70两银子。当初老太太可是拍着胸脯说，等少爷中了榜就10倍还我，如今想赖账不成？还不快把你那点首饰拿出来挡挡债！真想看着景儿前程尽毁吗？这只50两，先收着可好？呸！镀金的破烂玩意儿，当我瞎呀？您是没看见，程家那头狗咬狗的戏码才好看呢。催债的刚走，老太太就逼陆姑娘交嫁妆，结果那陆姑娘哭着说，娘家是乡下种地的，盘缠都是凑的。2个人扯着头发在院子里滚地打了一架。前世我被挑断了手筋脚筋，最后被一个小哑巴收了尸体，而他却因此被一群醉汉打成重伤。现在算来，差不多是这个时候。秋荷，去办件正事，去城南破庙找一个哑巴少年，15、16岁，左脸上有一道疤，他受了重伤，你带上大夫，一定要把他带回来。夫人，这孩子伤太重，全身发热，怕是不中了。治，花多少银子都治，治不好就换大夫，直到治好为止。别怕，你安全了。以后你就跟着我，你没名字，我给你取一个。从今天起，你叫沈哥，是我沈玉竹的义弟。快起来，沈哥！少奶奶，程大人来了。不见。沈玉竹，我是来跟你商量遣散费的。遣散费，你还要不要脸？你陪嫁搬走了，但这些年你在侯府吃处也花了不少，这笔账总得结清。我嫁进你侯府3年，花了9万两银子养你全家老小，你倒管我要遣散费？这谁？这谁？我义弟。义弟，一个来路不明的哑巴野狗，外头都在传你养了个面首。我好歹还是你名义上的丈夫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给我戴绿帽？滚！你这个悍妇，你等着！表姐，子玉他已经知道错了，你这样当街打他，让他怎么在同僚面前抬头？你们夫妻一场，何苦如此？夫妻一场。陆楚楚，你没聘没媒，挺着个大肚子进人家家门，这在咱们这儿叫什么？表姐，你怎能如此羞辱于我？我和子玉是两情相悦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你们是什么时候两情相悦的？是我替他教束修的时候，还是我替他缝嫁衣的时候？你一没出钱，二没出力，临了人家考上了，你挺着个肚子就来摘桃子了？你这不叫两情相悦，这叫上赶着倒贴。就是，没聘礼没花轿，那叫什么正气？那叫偷房的不如。
这番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前世程子瑜靠我的银子在朝堂平步青云，今生没了沈家的钱田可，他连宴请同僚的开销都拿不出来。崔氏，你竟敢动先帝御赐的物质，私自变卖御赐，可是抄家斩首的死罪。哟，这不是新科状元吗？怎么跪在商户门口求饶了？嘿，肯定是家里揭不开锅了，求摇钱树回去呢。玉竹，只要你肯回来，这个头我磕多少都行。都怪那个狐妹子陆楚楚害了我们母子，是老婆子我糊涂了呀！你才是我程家名正言顺的正头夫人，回来吧，快回来吧！只要你肯回来，这个头我磕多少都行。演得可真卖力。我呸！泼！程子瑜，少在这里演什么深情戏码，你不就是想要银子填窟窿吗？行，你去衙门把那份和离文书的印给我盖死了，正经八百把你的宝贝表妹八抬大轿娶进门。只要你敢娶，我就送你10万两现银，外加10里红妆，绝不食言。全当是我提前给你烧的纸钱了。快点儿，那可是10万两，画了印，咱们程家就翻身了。我沈玉竹和程家侯府再无半分瓜葛。去吧，按计划行事。怎么回事？说好了今天送来的，要是骗人，我借的3200的宴席岂不是又打水漂了？好家伙，10里红妆，沈家出手就是阔绰啊！快抬进来，快抬进来，都往院子里搁！快快！10万两，我的宝贝，这是何物？这到底是什么？银子呢？我的10万两现银呢？庚午年3月，程府赊欠张记猪肉铺80两；庚午年5月，程府赊欠李继敏面行70两；辛北年正月，程府管事刘三从沈氏嫁妆支取绸缎600匹；辛未年8月，程子玉赶考，借支盘缠3000两。3年来，他竟然每一笔都记着，他从3年前就开始算计我了。沈玉竹，你好狠的心！这一定是弄错了，后面的箱子里肯定有钱。全是欠条，全是欠条，全是欠条，全是欠条！沈玉竹，你这个杀千刀的上古奸夫！沈玉竹，你出来！你这个满身铜臭的贱妇！你说的10万两呢？
你骗我成婚，你的10万两现银在哪里？大人，我家少奶奶向来言出必行，10万两红妆早已备好，只是在过礼之前，有些旧账得先清算干净。大理寺卿程大人，许我沈家嫡女3年。这3年来，程府上下吃穿用度、疏通仕途，乃至程老太太典当的亏空，共计赊欠我沈家97820两白银。98000两。今日当着满城宾客的面，我沈家正式通知侯府，限程家3日内还清此债。若3日后见不到银子，我沈家便去顺天府告官，让这满城百姓瞧瞧，当朝状元郎是如何吸干戚家血害，又是如何赖账不还的。胡说！胡说！那是他沈玉竹自愿贴补的，我是他的夫君，哪有夫君欠娘子债的道理？程大人怕是忘了，就在昨日，你亲自画押与我家少奶奶和离。如今你们程家与沈家只有债主与欠债人的关系。快跑！这程家彻底塌了，要是官兵来查账，咱们被牵连进去，可就全完了。就是一个吃软饭的，还装什么清高，晦气！伯母，你醒醒！完了，全完了！9万两银子，3日之期。沈玉竹这是要逼死我，这是要活活逼死程家呀！大人，大喜呀！侯府都快成了公堂了，何喜之有？那最后10口箱子，最后那10口大铁箱里不是欠条，是银子，白花花两银子，整整10万两现银，已经被壮丁们抬进后院库房里了。银子，我的银子在哪儿？有钱了，我有钱了！我就知道沈玉竹那个贱人，终究还是舍不得请客的。沈玉竹，算你识相。这怎么可能？军饷，竟然是军饷！你发什么疯？这是钱，这是咱们侯府翻身的资本，管他什么印不印的，银子就是银子。谁也别想把这些宝贝从我身边抢走，谁也不能！放下，快放下！你这孩子失了心疯了，这是咱们的命根子，你抢他作甚？娘，你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这不是沈家的钱，这是边关的军饷，是朝廷拨下来发给前线杀敌将士们的饷银。私藏军饷，那是抄家灭族的死罪。只要这些银子在咱们府里待上1夜，明天咱们程家老小的脑袋就全得搬家。
在咱家，沈玉竹明明说这是送给楚楚的十里红妆。那个哑巴，那个哑巴呢？来人！都死哪儿去了？快把这些银子搬出去，扔掉，哪怕扔进护城河里！快搬走！搬！快把这些铁箱抬出去，埋到后花园最深的坑里！快！大人，这一箱足有几百斤重，老奴这把老骨头实在是搬不动啊！没用的东西，搬不动就用肩膀扛。到底怎么了？子瑜，那不是银子吗？为什么要扔掉？那可是咱们以后过日子的依靠啊！依靠？那是送咱们去西天的路费。程子玉，沈玉竹，这就是你说的烧给我的纸钱。下官在，不知指挥使大人封锁我这状元府，有何公干？带路，后院。我的，这是沈玉竹送给我们的银子。新不年秋闉，3月前从通州押运途中遇劫，整整10万两实心官银消失无踪。兵部查了3个月没查到下落，圣上震怒。程大人，您倒是本事大，竟替朝廷在自家库房里把他们给找着了。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指挥使大人，这不是我的银子，冤枉！大人明察，这不是我的银子，这是沈玉竹，是那个商贾奸妇，是那个已经被我休弃的商贾奸妇，是他怀恨在心，故意派人抬进来的局，他在栽赃陷害朝廷命官。大人，您千万不能上他的当啊！程大人，这银子进门时，本官的探子就在街角，那是你自家下人亲自抬进库房的。满院宾客100余双眼睛亲眼所见，人赃并获，你跟我说是栽赃？那是因为我以为那是……来人，拿下！别抓我！我不是程家人，我还没过门。大人，我是被逼的。我肚子里虽然有骨肉，但我跟他还没摆完堂。我不是程家的人，我还没过门，我不姓程。官爷，我真的是冤枉的。我是沈家的表亲，我是被他们程家强行接来的。我还没过门，我还没入程家的族谱，我不算程家人啊！方才拜堂了没有？回大人，属下等冲进来的时候，前厅的龙凤红烛还没灭，墙上的喜字还贴得牢靠，这礼算是成了一半。成了礼，受了贺，那便是程家人。私藏军饷，抄家灭族，满门联手，一起拿下！
沈哥，进来。那10万两官银打哪儿来的？3个月前，几名低级武官勾结水匪，抢掠军饷，随后将他们埋在一个地窖里面。咱们沈家商船上的暗探得到消息，便派了信鸽回来。我连夜带着下人去将他们挖了出来。通州御节，低级武官勾结水匪，他们想避风头，我便替他们出风头。这批军饷丢了3个月，兵部和锦衣卫早就急疯了。我花重金雇了江湖黑手，趁夜将那些银子挖出，混在装满账单和银票的箱里，剩下的事锦衣卫自会处理。我没亲手杀一人，更未违背半点律例，只是物归原主罢了。辛苦你了，去睡吧，明天还有事做。听说了吗？永安侯府昨儿个叫锦衣卫给抄了。当真？那程子玉不是刚中了状元，正办喜事儿吗？办什么喜事儿？听说是从他家库房里搜出了整整10万两失踪的军饷，那可是边关将士的命钱。这姓程的胆大包天，竟敢私吞！冤枉！我说过，那是沈玉竹。沈氏一介商贾，从何处弄来兵部丢失的军饷？程大人，证据确凿。你的下人、你的宾客都招了，这只是开胃菜，进了诏狱，还没人能撑过3天。姑娘，那边招了，关进去第3天，程子瑜就熬不住刑，在罪状上画了押。招了什么？招了私藏军饷。听闻他为了减刑，还把那个陆楚楚和崔老夫人都咬了出来。说他们才是主谋，他一概不知，倒真是他的做法。程子玉，你以为认了军饷案，最多只是流放或秋后处决？你不知道，这张私卖御赐之物的死契，才是真正彻底斩断你所有生机，让你程家永世不得翻身的铡刀。沈大姑娘，那位在里头闹得凶，拼死拼活求小的把这信递给您，他说只要您看了，定会救他。赏。谢谢沈姑娘，谢谢沈姑娘，谢谢沈姑娘。玉竹，求你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来见我一面。我知道这些银子是你做的局，可我不恨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求你救救我，救救我娘。你要多少钱我都认。哪怕要我沈家所有的家产去抵，不，只要能出去，我给你当牛做马都成。求你。秋荷，备车。姑娘，怎么还要去见他？我是要去送他最后一顿。沈姑娘，里头湿气重，您当心脚下。那程子瑜就关在最里头，那儿最是阴冷，这几天他可没少受罪。带路吧。前世你将我关进这人间地狱，看我受尽凌辱。今生我以圣者之姿
看你零落成泥。人在里头呢，我就在廊口守着。这地方阴气重，二位尽早把话说清了。玉竹，你来了，你终究还是来了。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。前世，我也曾这般跪在你的脚下。满身铜臭的贱人，别弄脏了我的官靴！你想让我救你，可以。真的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死。玉竹，你快去大理寺去跟钦差说，那些银子……先跟我道声谢。谢谢玉竹，谢谢玉竹，谢谢沈大姑娘救命之恩，谢谢娘子，是我程子瑜猪油蒙了心，你是我的再生父母，谢谢玉竹，谢谢玉竹。看看这个，庚午年冬，城府崔氏典当御赐青花对瓶一对，得银32两。这是你母亲崔氏的亲笔画押，当铺老掌柜亲手收的，红手印至今还清晰可在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想让你知道私卖御赐数罪并罚。按照本朝律法，大理寺的判例向来只有一个：满门抄斩。沈玉竹，你好狠的心！你一个卑贱的商贾之女，你也配对付我？你也配毁了我的前程？我掐死你！你一个满身铜臭的商贾之女，也配当我的仕途？想让我死，那你就下去给我垫背！这是耗子药！沈玉竹，你想看我满门抄斩，那你就先下去给我垫背！死了，终于死了！你这个贱妇，跟我斗！你沈家有再多钱又如何？到头来还不是要死在我的手里！你的钱也给我陪葬吧，只要有了这个，就算流放千里，我也能买通官差。我呸！来人，快来人啊！出人命啦！快看，沈氏他监室突然暴毙了，他大概是受了惊吓，突然就倒地不起了。这大冷天的，还得给这帮死囚伺候烂摊子，刚入狱就挺尸，存心给爷几个找晦气。没气儿了，这娘们儿也真是命薄，福气还没享2天，就憋屈死在这耗子洞里。可怜啊，她到底是商贾女子，没见过这种刀具血腥之地，大概是受了惊吓，引发了隐疾暴毙，死在这1等1的阴煞之地，真是晦气。这种商户女，大理寺连当都不用消，
赶紧找人来处理了。沈玉竹，这便是你应得的下场。你当了一辈子的钱担子，临了能用这一条贱命换我程子毅的前程富贵，也算是物尽其用了。咽下那包药粉后，我的全身骨骼像是被投入了熔炉，滚烫发热。但我知道，我不会死。程子瑜自以为在牢里藏的是要命的见血封喉，却不知那东西早就被我买通的老杂役调包成了苗疆的龟息散。真蠢！这商贾家的婆娘死了都比寻常人费力气。赶紧走吧，趁着天没黑送到城外，别误了咱们下旨喝口小酒。侯府这出大戏闹得太大，军饷案牵扯甚广。程子怡倒台，难保兵部和那些眼红沈家财产的人不顺势咬我一口。哪怕我活着，那些贪婪的权贵也会像饿狼一样扑上来，把沈家撕成碎片。唯有变成一具乱葬岗的全尸，沈玉竹这个名字才能彻底消失。就这儿吧。我全身僵滞，只有耳目尚能感知外界声响。大哥，沈玉竹那奸夫暴毙的消息传开了吗？只要你带我出去看一眼，这金餐就是你的了。我怀着程家的骨肉，程大人定有法子帮我，绝不连累你。你看看你，死得多惨啊！到最后还不是这副下场！沈玉竹，你以为你搬走嫁妆就赢了？你以为把军饷塞进侯府就赢了？哼！我这肚子里可是程家的独苗，只要我不死，我就能母凭子贵，我就能翻身。老娘跟了程子瑜3年，整整3年。做小子弟，好不容易把你这个碍事的赶走了，你临了竟然还把我送进监牢，我这辈子差点就毁在你手里了。贱人，要让你死都不得安生！你们2个死人呢，还不滚过来，把石头拿来！我前世今生最恨的就是他这张脸，这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给谁看？砸！给我狠狠的砸！砸！快砸！
见你活了。沈哥，你怎么有气？你分明死透了的！我亲你的，看见的，我亲眼看见的。玉玉座，你没气了！沈玉珠，你是过来送命的吗？把他扒光首饰，丢进城南乞丐窝。沈玉珠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我有了身孕，我肚子里是程家的骨肉，程子瑜是状元，这孩子是侯府的独苗。你若是动了，我也别想活。那我就看看程家的独苗能不能保住你的命。陆楚楚，你当真以为这京城里没人知道你的底线？你在进京路上的破庙里，为了盘缠苟且私通时，可曾想过肚子里这块肉究竟该姓什么？如今在这儿装什么侯门主母的贞烈？你胡说，那是程家的种，那是状元郎的骨肉。程子玉自诩清高，若是知道他视若珍宝的独苗，竟是你在进京路上为了几十两银子的盘缠，在破庙里和地痞王麻子换来的贱种。沈哥，动手！放我下来！这京城的繁华，也不过是表面光鲜罢了。走吧。这沈家到底是何来路？短短3个月，竟吞下了苏杭湖3地的头残。那是泼天的富贵。听说这位沈娘子花重金买断了江南3省的生丝渠道，如今咱们想拿货，都得看她的脸色。沈娘子，这是我家夫人的亲笔信，京城那些贵主们都盼着这批新蝉翼纱才下庄呢，价钱好商量。沈福，告诉这位管事，沈家的丝不讲交情，只讲规矩，现银交易，价高者得。管事请了，现在的行情得在原价上翻3倍。沈东家，多谢沈东家，多谢沈管事，这可是全家老小救命的钱啊！沈家的大恩大德，我们做牛做马也报答不完。沈家这批月华锦，扬州府的贵人们都催疯了。我这等了3天，连个布角都没见着。3天算什么？杭州府的赵老板排了5天，最后也才拿了3匹。我趁秋茶上市，将新茶运至松江港，打通海上路子。沈娘子深谋远虑，这秋茶出海换回来的可就是南洋的香料和西洋的金子，这路子沈家占了大头。告诉船队，速度要快，沈家要的是先机。主子，这半年的进项比前世沈家在京城10年的总额还要多。从此往后，我坐上了苏州商会魁首的位子，
从此往后，江南3省丝绸生丝贸易悉听沈东家调度。见东家执掌为首，我等甘愿追随，唯命是东家。沈家既然接了这个位子，江南的生意经就得由我沈玉竹来重写。诸位，请起。主子，京城那边传出消息。说吧，那家人结局如何？军饷案加上私卖御赐花瓶，罪不容诛。按律，大理寺本判满门死罪。皇帝念程家祖上军功，改判全家流放岭南服苦役。静哥儿，给娘一口水，娘身上好烫啊！我都泥菩萨过江了，哪有水给你？死了，这前不着村后不着田的，随便挖个坑埋了得了。别过来！我怀的是状元郎的骨肉，你们这群贱民别碰我！状元郎，嘿，这儿只有老乞丐。是个死胎，造孽呀！这孩子根本不是程子玉的，是京城地痞王麻子的种。这些事端皆由沈哥查实，证据被我稳稳压在手底。哟，这不是当年的状元郎吗？怎么，这石头比你那1000斤重的圣贤书还沉？赶紧的，吃！这可是赏你的贡米，赶紧喝了，滚起来干活！哼，装死给谁看呢？给老子站起来！这堤坝要是因你慢了进度，老子活剥了你的皮！别打了，我干，我这就干！都给我快点儿！给我一口，我快饿死了。朝廷国库空虚，拨不出赈灾银款，边关吃紧，江南又遭此大难，皇上震怒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听闻苏州沈家富甲一方，囤积的米粮足够3省之用。烦请通报，钦差带着皇帝的手谕赶赴苏州，向沈东家递送拜帖。主子，钦差周大人到了，在外面候着呢。请进来吧，他们是沈家为同臼以类，我倒要看看这皇家的尊严值几个赈灾的银子。沈东家，如今江南水灾，100万灾民嗷嗷待哺，朝廷如今确实有难处。哼，皇上说了，只要沈家肯出赈灾银，日后定有厚报。沈东家，沈家世代商贾，这可是光宗耀祖改换门庭的天赐良机啊！银子可以出。沈东家果然深明大义，真乃巾帼不让须眉，百姓之福，社稷之福啊！但我有个条件，岭南修河堤的苦役犯里有几个人，我要调到我管辖的太湖大堤上来干活。沈东家，大齐律例严明，调人这苦役囚的调配需要等刑部层层批文。岭南到江南跨省调囚乃是大忌，若是没有刑部切发的公文，本官即便身为钦差，也难渡悠悠众口啊！大人，外头那几万灾民可等不了刑部的批文，
京城批文一来一回，少说也要半月。到那时，苏杭三府怕是早已成了鱼鳖之府。是为了几个苦役犯的手续，让灾民活活淹死呢，还是给我一个方便？只要人到，我即刻拨银50万两，再调3万道粮食赈灾。沈东家大义，本官就是拼了这顶乌纱帽，也定在3日内将那几个人送到沈东家面前。主子，钦差办事果然利索，岭南那边连夜启程，人已经押到太湖堤上了。告诉那些差役不必客气，既然是来干活的，就得有个苦力的样子。就让他们在我管辖的地方改过自新吧。这不是去岭南矿场的路，差爷，这究竟是哪儿？磨蹭什么？到了这儿，天王老子也得给老子搬石头，滚下去！水，好好珍惜沈家主给你将功赎过的机会吧。闭嘴！这儿轮得到你叫唤？玉竹，是你，你没死，你真的没死，玉竹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是我瞎了眼，是我被朱由蒙了心，我不该听楚楚的鬼话，我不该让你净身出户。玉竹，你救救我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哪怕让我当你沈家的一条狗，求你带我走！我给你磕头，我给你当牛做马，玉竹，我求你了，拉我一把！等你服完瑶功，改过自新后，便在这江南安生吧。沈姐姐，沈姐姐，求你饶了我！当初都是程子瑜逼我的，是他说沈家有钱好骗，我什么都说，只要你放过我，我什么都说。行啊，那就说一件事，你当年肚子里那个孩子，到底是谁的？你说什么？不是的，子瑜，你听我说，那是你的孩子，真的是你的。我进京那天你亲自接的我，你忘了我们的山誓盟约了吗？把这些给这位曾经的状元公好好过目。是我在破庙里睡了那个陆女子。这就是陆楚楚进京前的留宿记事。虽然是个死胎，但是发育却不合月分。假的，都是假的！你骗我！不是的，子瑜，那是沈玉竹编的，他恨我们，他就是想看着我们死，他害我，他买通了所有人来害我。编的。陆楚楚，你大概还不知道，为了能让你心服口服，王麻子3个月前就已经被押到州府大牢了。
你要不要去跟他当面对质？看在那间破庙里，他是怎么给你那50两路费的？是又怎样？你生下来就在钱堆里滚，你懂什么？我一个乡下丫头没钱没势，如果不这样，我怎么记情？我不怀个种怎么留在程家？我不怀个种，怎么能让程子瑜那个蠢货对我死心塌地？你沈玉竹有钱，你是大小姐，你想要什么勾勾手指就有了，你当然是说话不要的。我毁了自己的前程，我丢了状元的功名，我害死了我娘，我亲手抛弃了玉竹，就为了一个贱人的孩子，就为了一个孩子啊！地塌了，快跑啊！塌了，地板塌了，救命！谁来救救我！报应来了，咱们都要死了！姐，快走！来了，这是天道给你们备下的葬礼。钥匙，该死的！要救吗？来不及了。大人，钥匙，把钥匙给我！去你的！现在命比金子贵！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只要你拉我上去，我这辈子给你做牛做马。玉竹，这洪水凶猛，我也无能为力。救命！沈姐姐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抢表哥，我不该害你。沈姐姐，看在同为女子的份上，求求你。主子，浪头到了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少奶奶，您听到了吗？那声音是老天爷在给程家送终啊！3年的委屈，前世今生的债，都在这一个响声里还干净了。这太湖的水虽脏，却洗得净这世上最脏的人心。债清了，路自然就宽了。沈福，让沈哥再快些。堤坝那边可怎么样？滚开！别挡我的路！你这贱民一条，该给我当垫脚石！程子瑜，你个畜生，为了活命，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！啊！你放开陆楚楚！表姐不养你了，你就想杀她，我不中用了，你就要踩死我！你这种人活着也是祸害，咱们这条命生在一起，死也得烂在一块儿。想活做梦！咱们去阴曹地府接着斗！找到了，在这儿。来，搭把手。
瞧瞧这德行，死都死不干净，还跟这姐玩命掐呢。禀沈东家，那2个苦役犯找到了，死状极惨，铁链绞在一起，分都分不开。大人，这死尸毕竟曾是京里下来的，按规矩，是否要请仵作验过，再寻地儿埋了？2具尸体绞在一起，分不开了。是，那铁链绞得极深，几乎陷进骨头里了，被大水泡得又肿又臭。那程大人的脸已经看不出人样了。程大人，京城里那个判了流放的死囚，哪儿来的程大人？是罪臣程子瑜，是卑职失言。主子，太湖附近讲究落叶归根，要不要立个碑？不用。立碑那是给人立，那2个脏东西也配在太湖大地上占一方土？喂鱼就行。主子，苏州、杭州3府的灾民都已经安顿好了，只是这大堤，若是只靠朝廷那点修补，下次汛期怕是还得出事儿啊。那就由沈家来修，告诉工部派来的那些匠人，石料要最好的，工钱要日减。200万两银子不够，我沈家再补，但这堤坝必须100年不倒。沈东家，您这是活菩萨转世啊！若没有这口热粥，我们全家都要饿死在阴沟里了。快起来吧，先吃粥。好嘞。皇上，沈氏一族倾囊相助，半数家财悉数化作太湖堤上的青石，10万担米粮皆入灾民之腹。苏杭3府100万生灵皆感念圣恩。朕本以为他坐拥江南重力，定会拥兵自重，中饱私囊，可他却把银子全填进了朕的江山缺口里。既然他如此忠诚，朕若再盯着那点银钱不放，倒显得朕气量狭小了。沈氏玉主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苏州沈氏深明大义，赈灾赈民，朕加其志，悯其劳，特准沈氏一族脱离伤疾，免除世代低贱之身，赐贞节，立于山堂牌坊。臣妾沈玉竹，谢主万岁，万万岁！主子，这下好了，往后沈家的哥儿姐儿都能正大光明的读书考功名了。爹娘，玉竹守住了沈家的基业，从今往后，咱们沈家再也不用仰仗那些权贵的鼻息讨生活。沈哥这孩子有天分，海上的路子被他经营的铁桶一般。那些曾经眼红沈家的旧商会，如今连个屁都不敢放了。沈东家，不是老身吹牛，这松江织造门第的谢二小姐，不仅生得如花似玉，这针线活计更是江南一绝。配上咱们沈大总管，那是真正的郎才女貌。谢家是世袭织造，门风清正。沈哥虽是我义弟，但在我心里，他与亲弟无异。礼金再加3成，我要让全江南的人都知道，沈家嫁女要10里红妆，沈家娶亲也绝不委屈了心腹。
生了，是位小公子，母子平安。若没有姐姐，沈姨早已是乱葬岗。若没有姐姐，沈家何来今日之盛？姐，谢谢你。傻小子，一家人谢什么？既然是沈家的种，满月里便去请苏州府最好的先生，定要教出个像样的状元郎来。姐，这第一杯，沈园敬你，敬你带我出泥潭，敬你许沈家一个万世锦绣。敬东家，敬夫人。这酒该是我敬诸位，是诸位的努力。京城旧事已了，唯独这残簪，留着也是念想。主子，京城密报，当年勾结水匪私吞军饷的那几个通州武官，今春在狱中犯案，竟死咬着咱们沈家不放，说军饷是您授意藏匿，要反咬您一个栽赃之罪。死到临头，倒学会了狗急跳墙。传令沈哥，让他带着当年水匪投名状、武官分赃的原始账目，连同锦衣卫指挥使亲笔签字的结案文书，一并送去大理寺。此为当年铁证，程子瑜私藏军饷证据确凿，与沈家绝无干系。沈家不想惹事，但若有人想靠构陷发财，沈家不介意将这些丑闻散满京城，让天下人看看那几个武官的真面目。沈总管息怒，误会，全是误会。下官这就驳回旧案，绝不将半点脏水泼向沈家。姑姑，吃糖。好，咱们念安乖，姑姑陪你吃糖。主子，门外送礼的轿子已经排到了巷子口。今儿个是巡盐御史家的公子，说是求见沈东家，想谈一谈明年的海盐漕运。谈生意可以，谈亲事免谈。礼收下记在账上，原样送一份同等价值的沈家丝绸回去，别落了口实。是。姑娘，这流光锦放眼全天下也就这么3匹，一匹进了宫给贵妃娘娘，一匹被海商运去了南洋，最后一匹裁了这身衣服。姑娘，如今您是江南第一人，这半年来多少权贵公子想要求娶，那是把咱们沈家的门槛都要踏烂了。可您倒好，无论是多俊俏的后生，多显赫的家门，通通都被您拒了。奴婢瞧着那位御史公子生得极好，又是正经科考出身，姑娘当真一点心思都没有？秋荷，这些男人想要求娶的，从来不是沈玉竹这个人，他们求娶的是沈家在江南的3000铺面，是南洋通航的金令，是这足以左右朝廷粮草的泼天富贵。前世我当了3年的提款院大头，死得尸骨无存。今生这沈家江山是我一刀一剑拼出来的。姑娘，您才20出头，难道真要守着这银子过一辈子？列祖列宗在上，沈氏后辈沈玉竹，京城家业立此重视。我沈玉竹今日立誓，护沈家基业，泽庇族人，不仅要保我沈氏长青，更要在这江南大地上，让天下人看到我沈家的风骨，永守江南百姓安康。若有违此事，人神共愤，不得善终。
谨遵主母教诲，沈家万年。玉竹，你是沈家百年最出色的子弟，若非有你，沈家早在京城那场风波里灰飞烟灭。这族长之位，你当之无愧。今日老夫待先祖传印，我定不辱使命。沈东家不仅伤财惊人，这赈灾的功德更是上达天听。今后这江南还要沈家多多出力啊！御史大人客气，民商本一体，只要是为百姓造福的事，沈家义不容辞。是啊。尔等要记牢，在这沈家私府里，笔墨纸砚皆是族中供奉。读书不为功名权贵，不为那虚头巴脑的官位俸禄，你们读书为的是明事理、守善心、护家国。念安，你来说，若你他日高中状元，第一件事要做什么？若念安有了本事，定要像姑姑一样，先让苏州城的穷苦百姓都能吃上白米饭。婆婆，吃粥，姑姑说吃饱了肚子就不饿了，心就不慌了。多谢小公子，多谢沈东家，沈家真是大善人啊！姑姑快看，那是大海的信使吗？是啊，念安，他们是在替那些远方的客人迎接咱们沈家的船队。姐姐，南阳风光正好，沈家的生意已在此扎根。若京城繁琐，我们可在此长居。南阳虽好，终究不是故土。沈家的根在江南，我的心也在江南。这锦绣山河，沈家还要守上一辈子，终究是要回去的。我沈玉竹回来了。从今日起，凡我沈家所属铺面，施粥3日。江南生丝，沈家以高出市价2成收购。谢沈东家护命之恩。